像不像 DJ 台啊？像，他是个 DJ 嘛，他生活的 DJ 嘛。我属猴子的嘛。啊，我喜欢爬嘛。哦，这个其实是上下打通的。为岩茶准备一个属于岩茶的茶室的，夜不能寐。夜不能寐啊，这个色彩还蛮好看的啊。对啊，它那个光啊，有点月光。对，我不知道你会闯到这儿来。这是正式的老师的衣柜。我大概觉得我需要多少件衣服，我做了个计算。多一件都不行，塞不下了，就是必须规定你断舍离，到时候。到我这个年龄也差不多了吧？我已经爱上了你太太。哇，每个卫生间都需要这么一个。入户进门的时候，我有意识特别去选了这2棵松。你看它这2棵呈这么一个欢迎的态勢。我一直想用一種今天的建構方式去回應古代的東西。它首先還是一個半亭的概念。這個亭呢又跟古代有點不太一樣，它是用殘牆，用2片牆組成的。我看咱們這個屋頂也很厚啊，差不多有30公分厚，這全是茅草啊。然後它這個茅草有那個管子嘛，對，所以就是倒下來了。其實你可以進去看，裡面其實挺高的。我故意把這兒壓低了啊，你可以進去，你可以進去，哎，真的，讓心頭啊，真的很高啊。裡面你看那個挺高的，然後那個地方呢有個泡茶的，對，這邊還有一個小的紗窗，那是一個氣窗嘛，你要通氣嘛。啊，這個也是第4木的，比較硬，它比較抗潮，然後上面其實放了空調了。劉老師，你太奢侈了，你太奢侈了。空調你在這兒玩，下雪你不要凍死啊！你不可能像古人那樣穿個大棉襖嘛，對吧？蚊子來了也不怕嘛。這個就像是你的一個大玩具一樣。是，玩家嘛，你就是家裡的玩吶。對啊，是吧？玩家，哇，這個概念學到了。跟我們講講，你這個家有多大？連地下室加在一起的話，500-600平方吧。故意結構做了改造嘛，把那個書牆一直可以通到我下面的工作室。我這個家其實有好多這種小小的測試，因為每一個書的模數不一樣嘛。你看它的深度是在變的，高度是同時在變的。哦，所以它深淺不一樣的。然後你看這個啊，就真的是有作用了。哇，正常來講，一般的別墅我們是這樣走下來上2樓。你的這個吧台的這個位置，好像把這個空間抬高了。像不像 DJ 台啊？像不像 DJ 台？像 DJ 台。他是個 DJ 嘛，他生活的 DJ 嘛。給岩茶準備一個屬於岩茶的茶室的，有一點點在山洞裡的感覺。手靠上來，這時候有點冰涼。是，這個是我收的一塊硯台來做的，這種涼涼滑滑的，而且很光潔的感覺，跟你喝的那個岩茶那種能量，它們之間造成的，它好像是個托一樣，把那個鹽韻通過這個空間去表達出來。原來這個是沒有這塊地方的，上面是有頂的，我把它砸掉了。那這不是形成個天井嗎？你看這個天井對地下室，包括我的茶室，不是做活了嗎？對，這叫圍棋起眼嘛。你這每天腦袋瓜裡的確沒白想啊，沒想。就是這種 idea，就是這個，我有些是在畫草圖的。我覺得你家也用了好多這樣子的簾子做，很有溫度，就很柔軟啊。這邊是掛上去的，是吧？這是我特別定制的，它後面一個插銷一拔，就是可以洗的。這個簾子呢，我還選了漸變顏色。還有這個，哦，這個是吸鐵石的，木頭裡面鑲了吸鐵石，所以你想搭什麼高度的隨你了。哇，你想怎麼搭就怎麼搭，這個完全就是一個你的創作，所以你可以調整嘛。這個房間是後來改的，基本上所有的裝修沒動，我就重新做了這些櫃子。這麼整齊，我們是隨機檢查的朋友們，絕對沒有準備。對，我不知道你會闖到這兒來。這是正式的老師的衣櫃，風格非常統一啊。對，黑跟白。但是我發現你這個陳列的非常整齊啊，上面那個衣架上的刻度啊，這個我記得是4公分、5公分，都是卡在這兒，就很乾淨，就怎麼樣都不會亂。我大概覺得我需要多少件衣服，我做了個計算，上衣多少，褲子多少啊，就一個櫃子，多一件都不行，塞不下了，就是必須規定你斷捨離，到時候。到我這個年齡也差不多了吧？所以你看，你裡面也是淺色的，然後外面就黑色了。你說外面是淺的，拉開也是淺的，會不會有點無聊呢？光有這麼一個衣櫃不行，還是一個中島。中島因為什麼呢？很方便，你回來以後，你看這回來以後東西一放，那邊可以看，這邊是放的啊。對。你猜它是什麼嗎？這是不是一個寫信的一個小書桌？對。哇。還是個化妝台。但是我覺得這個很有儀式感哈。對。這個很精巧。哇，老師，你的這個臥室風格和色調感覺像發光一樣，朝着花園的這個光啊就射進來了。後面有了一點個軟包，有點點綠綠的，也是略微帶一點點光澤的。它像是那種薄荷綠一樣。對對對，花園的綠色把它提純了，變成一種氣味感。上面有一點點那個建築本身那個頂是有點斜的，啊，我就做了一個木頭頂一樣的。哎，老師，這邊感覺有像是個密室啊。你看這兒搞了一副像，哎，又有點像東方的吧？這是什麼材料？哦，這是木皮的雕的。哇，裡面別有洞天吶。
晚上它就可以在這兒嘛。哦，所以這個衣帽間進來還有自己的一個小書桌啊。哦，這個真的是很適合夜讀啊。然後嘛，這個就是它的衣帽間，哇，我好喜歡這個衣帽間。老師，這個細節對，可以給我講解一下嗎？這是看他每次放衣服啊，它是為了擋後面，你看燈光。然後我覺得給了他一點點倚靠依靠。朋友們，我的衣帽间天花板我又換了，這個就是我心目當中最喜歡的。我覺得這個完全因為我覺得經典，你經典的話，你用的時間就會長，你不會厭煩它。進到衣帽間，我覺得踩在這個地毯上面非常非常的舒服。這是我自己設計的啊，地毯也是你設計的，小梅花一樣的。就吕老師的家啊，每一個你看我嘴巴都笑歪了，就我真覺得每一個家具我都覺得好舒服，就這就是木头的魅力。你像我這張床沒有一根直線，以前我跟那個薩维爾那個品牌合作嘛所以他們把这張床命名叫鋁床嘛，在英國发布了这张。吕老師是咱們這個中國品牌的出海的前輩，老師你的色調也真的很統一，床品跟這個燈都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我們以前那個中式有點過於中式，現在這樣就很現代，我覺得很好，輕輕鬆鬆的。床頭櫃我特別前面放了臉皮，這是為了什麼？各個東西很方便啊。你比如眼鏡擱到這個上面，這個聲音活動啊，這個色彩還蠻好看的啊。對啊，它那個光啊，有點月光。哎，這個品牌很熟悉啊，這不就是我之前自己家裡用的這個魅嗎？夜不能魅，夜不能魅。你的這個背靠啊是有一點湖藍的，對。然後呢，床品就像白月光一樣，對。但我觉得你整個的臥室非常的敞亮。古代人會覺得休養生息很重要。如果一個臥室讓你特別願意待得住，它就一定是合乎你的能量場。現在大家對於床品很細緻，就會覺得，哎，像這個就是4棉被嘛。臥室跟這個肌膚的關係會更近嘛，它就像衣服一樣，整個的溫柔度、溫暖度。所以你看，我們用了比較多的軟性的面料。你這臥室裡面有這麼大的一個衛生間，而且還有這麼個台面，我是真沒想到啊。你可以看看，這是外面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棵楓樹下面有一個場景展開，對，所以做了張木台子。所以這也是我看的為數不多的洗手池的台面是用木頭的，不愧是呂老師。因為實木是不怕水的，這是白蠟板，把這個馬桶呢是放到裡面，藏在後面。酒店模式嘛，都是2個玻璃房。對。那我想在家裡面，如果按照這個模式的話，有點無聊。你晚上起夜的時候，你還開玻璃門進去嗎？對，我懂了，就是老師家這個是沒有那種玻璃門的，就你直接進。然後這裡面就是一個淋浴，怎麼感覺有點土耳其？對，就是土堡裡面或者是馬路上面那種感覺。哇，你的淋浴房也好奢侈啊。你看它在後面還有一個。這是什麼？這個當中我做了一塊體塊。所以你這邊就是把它隔斷一樣吧，裡面也都哇，每個衛生間都需要這麼一個，淺的。我覺得你太太一定是這種 J 人，就是非常有秩序化的，好整齊。我已經愛上了你太太。所以他現在生活變了，他早上練瑜伽之前，他喜歡喝壺生茶。我覺得有些時候是人的狀態去定義了一個東西，所以你保持這個台子的一種彈性，生活會無限的變化，而且變化的速度越來越快。所以我們的設計如何能夠滿足這些長時間很快去變化的某種狀態？其實我這個語言是有點受周星馳的《月光寶盒》的想法啊，明白嗎？這個是朱家角水鄉啊，你看我這不像水鄉船來了嘛？有點像碼頭，不是碼頭等你嗎？對吧？車水馬龍嘛，車就是水嘛，水啊，對不對？哇塞！